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景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国风系列吉庆遮面扇的制作方法。这款扇子由主体和配饰两个部分组成，先制作主体，再安装配饰。主体由两个部分组成，第一部分是花片拼接而成，第二部分在花片外圈绕圈钩织。第一部分先钩织花片，花片边钩边连，将它们形成一个圆环，然后在中心钩织补角。先学习花片的钩织方法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环状向外钩织，用到的针法比较多，图解都有进行相应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。注意，只有第一个花片是单独钩织的，其余的花片都是在钩最后一圈时和上一个花片进行连接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首先，环形起针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在起针的圆环中钩6个短针，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头。在第一个短针针目钩一个引拔针，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。这样第一圈就讲完了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另一面作为反面。接着钩第二圈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在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钩的时候不要忘记带一下起针的线头。接着钩8个锁针，在第二个锁针上钩一个引拔针。注意，这里引拔针用椭圆形实心点表示，说明引拔针不需要拉紧；圆形实心点表示引拔针需要拉紧，后面就不重复说明了。接着钩2个锁针，相邻针目钩短针，继续钩8个锁针，在第二个锁针上钩引拔针，2个锁针，将剩余的部分钩完。最后在第一针位置引拔结束，拉紧。第二圈钩好了，
继续钩第3圈，并以1针锁针起立，在同一位置钩1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在上一圈锁针圆环里钩1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4个长针，边钩边将完成的部分往右移一下，2个锁针，4个长针，一个中长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接着挑针目钩短针，将这一圈钩完，最后引拔结束。钩一个锁针固定，拉大线圈，留出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将线头顺着反面的纹理收好，起针的线头直接剪断。第3圈钩好了，一个花片完成了，可以看到一共有6组花瓣。花片钩完后，量一下直径，不要超过图纸标注的尺寸。如果差距较大，需要调整手松紧，重新钩织。接着钩第2个花片，钩最后一圈时和第1个花片连接。这里我已经钩到了第5组花瓣的中间位置。接下来需要钩锁针，先放开线圈，取出第1个花片，钩针从正面穿入任意一个花瓣边角洞眼中，将线圈钩出，钩2个锁针，再将这个锁针圆环里对应的针法钩完。第5组花瓣钩好了，也和第1个花片的花瓣连接起来了。继续钩最后一个花瓣，
钩锁针时，先放开线圈，和第一个花片已经连接好的花瓣右侧花瓣连接，将线圈勾出，钩2个锁针，将剩余的部分钩完。最后断线。第2个花片钩好了，也和第一个花片连接起来了。接下来钩第3个花片，钩最后2个花瓣时，和第2个花片的花瓣连接起来。可以看到第2个花片这2个花瓣已经连接起来了，和下方连接好的花瓣左侧的花瓣连接。最后再和右侧的花瓣连接。完成后断线。第3个花片完成了，后面2个花片连接方法与前面相同，将它们连完即可。最后一个花片需要连接4个花瓣，使花片首尾相连，形成一个圆环。钩第3个花瓣时，和第一个花片连接好的花瓣往右数1、2，和这个花瓣连接。后面第4个花瓣和旁边这个花瓣连接，第5、6个花瓣和左侧花片这2个花瓣连接。方法都相同，将它们连完即可。这样花片就全部连接起来了。花片连接完成后，在圆环中心钩至补角，将中间的花瓣连接起来。这里我已经将第1圈钩好了，下面钩第2圈，立1针锁针起立，先钩1个短针，4个锁针，放开线圈，取出花片，钩针穿入任意2个花瓣连接位置。这里连接锁针在左侧，先穿入花瓣右侧的洞眼，然后再穿入这个锁针中。将线圈勾出，
5个锁针，1个短针，5个锁针，在第2个锁针上钩一个引拔针，1个锁针，1个短针，这样就已经连接好了一个角。继续4个锁针，放开线圈，穿入相邻连接的2个花瓣，先穿入右侧洞眼，然后再穿入左侧连接锁针中。将线圈勾住，钩5个锁针，一个短针，往下将它钩完。遇到连接锁针在右侧位置时，先穿入右侧的锁针，再穿入左侧洞眼中。最后引拔断线。补角钩好了，第一部分完成了。第2部分沿着花片外侧绕圈钩织，钩的时候和扇框连接起来。用到的新针法是长长针和锁针3针的钩牙拉针，请看我演示。下面钩第1圈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没有特殊说明，线头都是默认5到10厘米。从任意一个花片右侧花瓣洞眼起针，将线圈勾出，调整一下线圈大小，立1针锁针起立，在同一位置钩1个短针，5个锁针，然后在这个花瓣左侧第3个长针针目钩1个短针，5个锁针，相邻花瓣右侧从上往下第3个长针针目钩1个短针，5个锁针，洞眼里钩1个短针，5个锁针，
两个花瓣连接位置钩一个长长针，绕线2圈，穿入，先穿入连接锁针，再穿入旁边的洞眼，将线勾出，依次绕线穿过钩针上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，一个长长针钩好了，5个锁针，同一位置再钩一针长长针，对照图纸将剩余的部分钩完。长长针都是钩在2个花瓣连接位置。遇到锁针在右侧时，同样先穿入锁针，再穿入洞眼里。最后一个长长针钩好后，钩2个锁针，在第一个短针上钩一个长针，第1圈钩好了，接着钩第2圈，立1针锁针起立，在下方这个大洞钩一个短针，7个锁针，相邻洞眼钩一个短针，将它们钩完。最后在短针上钩长针，第2圈钩好了，接下来钩第3圈，先钩一个短针，相邻洞眼钩5个长针，接着钩一个锁针3针的钩牙拉针，先钩3个锁针，钩针穿入长针针目前面这半针和下方左侧这根线中，钩引拔针，钩牙拉针钩好了，继续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钩牙拉针，先钩3个锁针，然后穿入长针针目前面这半针和下方左侧这根线中，钩引拔针，第2个钩牙拉针钩好了，对照图纸将剩余的部分钩完。最后引拔断线，
第3圈完成了，将所有的线头收好，继续勾第4圈，这一圈需要与扇框连接，取出扇框。勾之前用纸巾将其擦拭干净。钩针穿入任意玉组，长针右侧的狗牙拉针中间位置，大约位置就可以了。再穿过扇框节点右侧位置，将线圈勾出，立1针锁针起立。在同一位置勾一个短针，接着在扇框上勾短针。完成后，穿入相邻狗牙拉针的中间位置，和扇框勾一个短针。往下在扇框上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，不需要和织片连接。钩完对应数量的短针后，将短针移到节点边缘，直接穿入左侧，继续钩短针。继续往下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，和织片狗牙拉针位置钩短针连接，两个连接短针之间钩一个短针间隔，往下把它们钩完。钩到后面拉伸织片时，实际注意需要将线头拉紧，将连接短针勾紧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最后在第1针位置引拔断线。第4圈钩好了，织片和扇框也连接起来了。最后钩第5圈，这一圈用金线勾引拔针，从任意一个针目起针，将它们钩完。
节点位置也有一针，不要漏掉。一直勾到最后这个针目位置。我演示一下最后线头处理方法。拉大线圈，留出10厘米左右的线头，断线，穿入缝针，将线头从左侧引拔针穿出，再从最后这个引拔针中间穿入，穿过针目，调整一下线圈大小，将2个线头打结藏好即可。这个就是第5圈引拔针的钩织方法。第2部分完成了，主体全部钩好了。接下来制作配饰，请看演示。先固定主体的装饰，在狗牙拉针中间位置缝上金珠，剪一段主体的线头，抽取2到3股，穿入缝针进行缝合。将针穿出，线头留长一点，穿入金珠，穿回主体位置，多缝几次固定。将2个线头打结，藏好断线。这个就是金珠的固定方法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其余的固定完。花片中心位置先固定一个金属片，再固定珠子，方法都相同。同时先穿出主体和金属片，穿入一个珍珠，从金属片和主体穿出，调整一下珠子位置，同样来回多缝几次，然后收线头。用这种方法将花片中心和补角中心对应的装饰缝完。主体的装饰缝完后，安装扇柄，用胶水将其固定在一起。等胶水凝固，在连接位置安装一个金属片，将金属片
沿着中间花纹对折，在反面中心涂抹胶水，放在扇框上，调整一下位置。等胶水凝固，取经线将两侧固定一下，将针从侧边穿出，线头放在下方，另一侧穿入，线头放到下方，打结。实际可以将左右两个线头交叉在上方打结，不容易散开，也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打结。在打结位置可以涂抹胶水固定。这个就是金属片的固定方法。接下来是做流苏，先做短流苏，剪一段金线，穿入金珠，将线头对折，同时穿入缝针，穿入水滴珠，调整下方金珠位置，再穿入金珠，玻璃珠、珍珠，取下一次的线头，将两个线头交叉，穿入龙虾扣，取下缝针，留出一点距离，打结。然后将线头绕到另一侧，打两个结，先将右侧线头在上方打结，再将左侧线头在上方打结，将线头穿入缝针，穿入珠子内部，
一个短流苏就做好了，另一个按照相同的方法制作。接着做长流苏，取出红色流苏，穿入一个金属圈，再将金属圈穿入喜字吊坠下方，收口，取一段金线穿入吊坠，打2个结，将2端都穿入缝针，穿上玻璃珠和针珠，穿好后，再按照短流苏的方法，将线头交叉穿入龙虾扣内，打结藏好。这个就是长流苏的制作方法。另一个按照相同的方法制作，将流苏按照喜好扣在底部位置。最后在扇柄底部固定吊坠，先在吊坠上方套一个金属圈，紧一段金线穿过金属圈，打2个结固定，将金线穿过扇柄，留出一段距离打结，将打结的位置藏在内部，剪掉多余的部分。吊坠做好了，这个就是全部配饰的制作方法。到这里，这款产品就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